你玩过弹弓吗？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拿来打鸟窝的那个，相信众多80后、90后应该都不陌生。曾经熊孩子手里用来祸害一方的作案工具，如今到了贝爷的手里，不知道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了。这次贝爷来到了美国的南达科他州，此行他将征服3大最为荒凉和凶险的区域，分别是布莱克丘陵、北美大草原以及有着恶地之称的荒凉戈壁。这些地方不仅有着复杂的地形，环境还十分恶劣，让过往的旅者们望而生畏。这次贝爷没有选择一贯通用的跳伞式降落，而是老老实实的通过绳索滑降在了布莱克丘陵的一处山头。随之而来的难题便是如何下山。落地的时候，附近就已经有一块肉眼可见的雷雨云向着他所在的方位移动。为了防止被一记10万伏特抬走开心，贝爷选择赶紧下山。但是脚下坚硬且湿滑的花岗岩又怎能让他如此轻易的过关呢？找来找去，贝爷找到了一条相对稳妥的下山路线，想要借助山体旁边高耸的松树下山。在做了简单的准备工作后，贝爷就一跃而起，抓住了树枝，将自己挂在了空中。谢天谢地，这个松枝承受住了他的重量，随后便像猴子一般慢慢向下爬。开始还相对顺利，但是越往下情况越不对劲。松树结实的活树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上部，越往下树枝越脆弱，树干也越光滑。于是贝爷祭出了圣诞老人爬烟囱的武林绝学，将自己卡在树干和山体之间，一点一点地挪完了最后的6米距离。落地之后，他就马不停蹄地顺着河流向布莱克丘陵边缘前进。可路上遇到了一个断崖，走投无路的贝爷只能选择涉险跳入水中。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一只彻头彻尾的落汤鸡，他把除了裤衩子以外的衣服包在外套里，然后再带着衣服就跳了下去。河水很冷，贝爷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游到了对岸。不过庆幸的是计策奏效了，之前趁着衣服还没反应过来就带着衣服过了河，至少现在自己身上的衣服大部分是干燥的。在简单休整后，贝爷便继续踏上了征途。经过许久的奔波，他终于是到了布莱克丘陵的边缘地段，再往前就即将到达本次征途的第2站北美大草原。但因为北美大草原过于贫瘠，所以决定在这里过夜，明天一早再继续出发。在野外搭建庇护所是每一个求生者的必修课。贝爷搜集了3根枯木，打算搭建一个传统的印第安营地。先用皮带将它们固定在一起，然后把中间的枯木翻转到另一边，这就形成了一个简易的三脚架。之后又在周围搜集来更多的细枯树枝，顺着三脚架铺起来。没花多少时间，一个简易的庇护所就算完成了。不过这种庇护所唯一怕的就是雷雨天气，贝爷只有祈祷老天爷多给点面子。现在住的地方是有了，接下来就是出去找点吃的。这里生活着很多兔子，那正是他所期待的晚餐。不过在狩猎之前，还需要准备一个趁手的武器。贝爷在地上找到了一个白尾鹿的角，这很适合制作一个弹弓。于是先从背包上割下松紧带当做绳圈，然后再利用搜集来的旧轮胎做屁斗。没多久，一个简易的弹弓就制作完成了。接下来便到了狩猎时间，左找右找，贝爷盯上了一只过路的金花鼠，随即拉满弹弓射出10子，1发2发，贝爷的鼠体瞄边被动技能一次又一次的触发。估计贝爷根本就是打算要吓死这只金花鼠。突然摄影小哥有了新发现，在他的脚下发现了一条响尾蛇。贝爷一看晚饭都送上门了，不收多不好意思，急忙上前3下5除2解决了它。等回到营地，贝爷先在地上刨了2个坑，然后把底部打通，这是为了让空气流通，使火堆烧得更旺。接着他又用柳树枝编织了一个烤架，将蛇肉放在火堆上炙烤。等待时，贝爷看着渐渐阴沉下来的天气，祈祷着老天爷不要下雨。可随即再抬头一看，黑压压的雷雨云却已经聚集了过来。他顾不得刚放在火上的烤肉，赶忙去收集鼠尾草，想给自己的庇护所加上一层雨披。但奈何老天爷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豆大的雨点直接砸了下来，随之一同而来的还有来势汹涌的雷电。出于安全起见，贝爷只能冒雨离开了自己的庇护所，蹲在平地上缩成一团，以此来躲避雷电的袭击。就这样等待了许久，雨势也终于变小了。贝爷赶紧拿起烤肉吃了起来。虽然晚餐已经被淋湿，但好在肉烤熟了，味道依然很鲜美。吃过东西，就回到了庇护所等待天明。第2天醒来，雨云已然散去，露出了阳光。贝爷趁着老天爷的美意赶紧出发。走了许久，他来到了北美大草原。与丘陵相比，这里要平坦许多，同时也贫瘠许多，所以要尽可能快地通过这里。一群狂热的野牛粉丝正向着贝爷狂奔而来，但不幸的是，他身上没有携带那么多的签名明信片，而且贝爷也不想被这群粉丝举高高，所以赶忙躲了起来。等到牛群平静下来，他才敢慢慢靠了上去。野牛的脾气很难捉摸，就算上一秒看着还很温和，下一秒说不定就会冲向你。脚和巨大的脑壳都是他们的武器，因此千万不能走在野牛的正前方。接下来贝爷继续赶路，穿过北美大草原后，他来到了有着恶地之称的荒凉戈壁。此地是当年印第安部落和西部匪徒们偏爱的藏身之所。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，没有可供直接饮用的水源，也没有遮阳的庇护，更没有长在山体一旁供你下山的大松树。为了穿过这片恶地到达另一边的公路，贝爷只能像树懒一样趴在风化土壤构成的山脊上向下挪动，脚下的泥沙还时不时的脱落，费了吃奶的劲才来到谷底。可谷底看起来就像是曲折的迷宫，如果想要在这里走直线根本办不到，所以贝爷只能沿着一条干枯的河床前行，想要找到一条好走些的路穿越这里。
路上他发现了一棵干枯的杜松树，上面的树枝可以做成简易的破冰岛来帮助自己爬出去。贝爷凭借着这双破冰岛向上攀登，坡度接近90度的山坡爬起来难度极大，特别山坡还是由风化的土壤形成的，即便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也要万分小心，不然贝爷一个不留神滑了下去，踩了摄像机一镜头的土块，在调整了一下状态后继续往上爬，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爬上了顶端。可放眼望去，绵延几公里全是起伏不平的沟壑和峡谷，贝爷就差坐在山脊来一句字正腔圆的 Holy shit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回到河床继续前进来寻找出路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半路上贝爷看到了可以食用的刺梨仙人掌，这东西80%都是水分，至于剩下的则是蔗糖，只需把外面带刺的皮去掉就能吃，味道很像热乎乎的黄瓜。补充了一些水分后，天色已经渐黑，周围也没有可供搭建庇护所的材料，贝爷只能选择继续赶路。借着月色，他终于来到了高速路旁，这也意味着本次的挑战到这里就结束了。